播放王心凌关下。为你找到这些歌曲，本内容由 QQ 音乐倾情提供。播放王心凌关下。为你找到。播放王心凌关下。为你找到。播放王心凌墨雨云烟主题曲。我翻来覆去都找不到。播放墨雨云烟主题曲关下。墨雨云烟主题曲在哪里呢？播放墨雨云烟。播放西林那一个歌曲。晚9点，为你找到这些歌曲。播放王心凌歌曲。为你找到这些歌曲。不是墨云烟是云间啊，墨雨啊。感觉胖了，跟光线有关系。一个人他的脸多大呀，跟那个光线有关系。也可能是这两天喝酒喝肿了，这两天出去玩去了。吃了一天。他消气了吗？昨天给我道歉了，他给我道歉了。我一回家我一生气，然后我就给他一顿臭骂，然后给我道歉了。咱们这点就是说，他这点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知道自己错了错了那你就道歉就好了。我这个人也是大度，对，也无所谓的，对，是啊，知的服一点，对呀，真是，就道歉就好了。我这人就是真的是这样，幸亏你看了直播，他道歉我就原谅他，小王子到底讲了什么？我也不太知道小王子讲的是什么啊。分不清大小王，对，我觉得他分不清大小王，我就得治他。大半夜的还在那块赔礼道歉呢，我都睡着了啊。我说你就是你自己寻思寻思，对吧？你这些事儿我也不能教你，对吧？是吧？哎，咱们就是孩子也大了，咱们也不能深说，主要是我寻思是这么回事啊，不要深说，那孩子自己有自己的思想，对吧？那你自己反思嘛，对吧？我给你机会，你反思，这无所谓的。
回来了吗？他去奶奶家了。问话的时候还没直播声大，什么意思？问话的时候还没直播声大呢？什么意思？这歌太好听了，大家都去听啊，真的好听。他的词写的也好，那于正他的词写的都很好，很多的歌就是他的剧的歌词都是他写的。你说他的时候声音没有直播的，两边头发有染吗？没有。孙答应和那个市委思通，他俩有染，我没有染。没有，这两天喝酒喝的。为什么现代的人容易白发白胡子？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喜欢看的主播都老了，对。对吧？我觉得30、40岁白头发白胡子也正常。是啊。以前的人50岁才白，以前的人，你接触以前的人了吗？酒红色好看。这个衣服是那个我自己，对，过一段时间我会卖的。这衣服，脸肿是吧？最近是有点肿，也可能是那个。我记得18年刚退伍那阵儿，真的好喜欢图图。他们都说我就是身上有那种就是有那种就是当兵的那个劲儿，对，说我像那个，对，说我像那个女兵，女兵。喜欢，从小喜欢图图，行。但是花白留着显老，是的，
现在胡子容易白嘛？你看我现在就是胡子就是白的，但是最近就是把胡子都刮掉了。就是当你确实老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装嫩，对，你就会想装嫩。但你要不觉得你老的时候，你可能故意往成熟了打扮，对，人其实就是折腾。有没有药可以变黑？有没有药可以变黑？我没必要啊，我喜欢我的人都是喜欢老头啊，那我要变黑了，人不喜欢我了，对不对？而且就是你变成什么，就是你得知道，就是说你的心里是多大年龄了，对吧？我就觉得可能我心态也比较偏岁数大，对，那可能我就不用去立那个人设呀，或者怎么样，就是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好了。黑胡子更帅，那是你觉得，不是我觉得。你不要觉得你觉得就是对的啊，这个是你觉得啊。我觉得自然就是最帅的啊，而且帅，其实我觉得，跟性格也有关系。睡了一天，颜值最高，但什么气质更帅了？就会不同阶段嘛，你人要一成不变没啥意思啊。你们看卡卡现在就是，之前我觉得卡卡长得挺好看的，现在他变成油腻大叔了，我觉得不好看。对，你不能要求人家一成不变，而且就是他也在不断的成长或者怎么样啊，他可能觉得那个状态是更适合他的啊，对吧？每个人他有不同的阶段变化嘛，对吧？但说实在，他现在的装扮让我觉得说啊，好脏啊，觉得好脏啊。到了一定年纪，就觉得帅只是外表，是的啊，帅我觉得是个性啊，对，就你的个性比较洒脱啊，是你的老乡，快更新每日日记，啊、想吃大饼子是什么？想吃大饼子是什么意思？更新每日日记。小大夫最近是，可能会辞职，对，会辞职。辞完职以后，我们专职去做那个就是自媒体，啊，到时候就能拍了。现在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小大夫被我改变了好多，对，他之前他就是一直都，不愿意拍嘛，对他不愿意拍，然后现在直到最近一段时间，他自己爱上做直播，然后想去拍摄，但是我自己又没兴致了。你说话时喉音很明显，因为我昨天喝酒了，对，我昨天喝酒了，然后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声音比较低哑，去练练呼麦。我打呼噜的时候就呼麦，我一般睡着了，然后就开始呼麦，呼完麦，然后就是给小大夫唱一首《鸿雁》。小大夫回奶奶家了，他等会儿应该会回来。他会替你更其他，是的，
啊，他会，就是我们专职做自媒体以后，他就会出现在我的视频里边啊，对。其实你真的是在帮他，不是在帮他吧？我觉得也跟帮不帮也没关系，就是希望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希望他好嘛，这样我也能好，对吧？我可能不去北京了，就是北京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北京这个事儿吧，其实需要，就是我去北京上学这个事儿吧，其实需要人际关系的。然后呢，如果说去北京生活的话，就是要放弃这边好多的，就是现有的一些生活，比如说你的房子就得租出去，包括我俩的车就得卖掉。为什么要卖车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要去北京上学的话，可能至少得2年或者2年以上。2年以上的话，你这个车，特别是它的电车，就是会掉价，而且这个车不开，那你在这块停着，那它其实就没啥用，啊，2年之后这个车就不值钱了，所以我们肯定是会卖车过去，2辆车我们都卖了，卖车肯定会亏价。现在你卖车说实在的，就是你二手车就是会亏，你卖就损失了，2辆车至少损失10多万。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就是说把自己的现有的这些东西，折损率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去把它是放弃掉。而且就是说上学这个事儿吧，你需要人脉，然后你就算是你学了这行业，你还是需要人脉。跟我关系比较好的那个影视公司的那个人吧，我个人会觉得说他，一方面呢，可能是他对我有一些私心，另外一方面呢，他的控制欲比较强，所以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我就不去了，我就用我现在有的这些生活条件和习惯，我好好跟那个小大夫我们另辟一个赛道，那我们就是安安稳稳的过我俩的小日子。那你们想想，如果说就是我去了北京，我跟小大夫可能就会我俩可能就会分开，异地可能就会分开。那如果说他跟我去了北京的话，我可能也会跟他分开，因为帮我的那个人，他其实我觉得他对我还是会有点私心，我又不想跟小大夫分开，那我就不去。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妈妈，就是我去年我爸爸过世了，然后我妈妈自己在这边，没有人照顾她，因为我已经把我妈妈接到我身边了，这个时候我要去北京2年，哪怕就是中间可以回来看看我妈妈，但是也觉得说我爸爸刚过世，我妈妈情绪可能不太稳定，那我就不去了。所以综合来讲的话，可能我唯独就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导演，我真喜欢影视方面的东西，但是可能，就是现阶段可能不太适合，那我就不去嘛。所以就是以后有机会那再去，对啊，就是我是这么想的，能明白吗？这是发布会，不是不是发布会。就你们就仔细想想，就是你看我就给大家算一笔账，我去北京上学的话，可能学费要十几万，生活费要几十万，加起来我觉得你在上学期间至少得7、80万。就这1年的时间7、80万，那你就算上完学，因为我的那个学校是1年，我要学1年，1年之后你就是要去工作，那你一开始你作为一个就是像我们还是进修的那种学历，那不可能说到了别的，你就算是大学学4年的毕业的那种小导演，也需要实习，也要就是说每个月就3000、5000，在北京3000、5000都不够我的房租，我在北京的房租至少得7、8千，就是就综合来讲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去那边已经预算就是在7、80万了，然后我又要把我现有的2辆车又要卖掉，然后妈妈我又放不下，
然后包括到那边就是你也不一定是很顺，而且最主要的是，好像这段感情也会受到波及。那综合来讲的话，那我到底图什么呢？对吧？我到底要图就是这个事儿，到底对我到底有没有好处呢？那肯定是有好处，但是好与坏，其实你去对比的话，可能就有一点点，让我觉得留下来更好啊。这回你们能懂吗？有的人说生活费这么高，你想想，就是因为我上的这个学，它不是那种就是可以在学校住的啊，我们必须得租房子。因为我有养狗狗，然后可能小大夫也会来，可能在北京像学校周边的这个房租大概就是6000左右啊，满足我的要求呢，可能6000块钱也是非常小的一个房间，可能30-40平的一个小房间，所以就是如果我要租的更好一点的话，那就7-8千，这一年就是7-8万啊，8-9万甚至10万，房租就10万。为什么就是说那个要达到几十万呢？对啊，为什么要达到几十万呢？那你的学费，其实也要14万，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当时他跟我说好像是14万，那这就是24万。24万因为我们学导演的这个就是这个学科，我们要有一个毕业设计。毕业作品不是毕业设计，就毕业作品。毕业作品就是让我们拍一个大概就是十多分钟的短片。这10多分钟的短片就不能说像我之前做芝麻做这些短剧的时候那种不讲究打光，不在乎就是美术，就是很多东西你都是要正规化了，你要花钱了。我那个时候拍一个短剧费用也是在50万左右。那如果说我要拍一个正规的一个毕业作品的话，那可能不止50万，10多分钟不止50万。这回你们能懂吗？为什么说，上这个学费用很大呢？就那10几分钟，可能你要找什么专业的灯光师啊、录音师啊，包括就是特效啊，包括就是说那个你要买剧本，包括你要找专业的那种演员呢，你都要给人片酬啊，对吧？它这个行业它就是这样所有学影视的行业基本上都是这样毕业作品还得自己花钱拍。你问的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就是你说的这句话，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就是毕业作品还得自己花钱拍，那是学校有那么多学生，然后每个人都给他发20万让他拍毕业设计吗？毕业作品吗？就那个梭子蟹，北京电影学院每年都有几千人毕业，然后每个人发20万让他们自己拍那个毕业作品是吗？这不太可能啊，对吧？明显就是，对吧？对呀，对呀，他是就是还要做后期嘛，声效。那我的毕业设计，那我不可能说我自己去剪了，因为我学的是导演我学的是导演，那我就不能去做那什么剪辑什么的。你做了，你会影响到你的毕业作品的质量，所以就那个东西是非常费钱的。对，非常费钱。所以我就综合来讲的话，我说2年我花了100万，然后去做这个事情，以后可能会有很高的成就。但是你想想，中国有这么多学表演的、学导演的，又有多少人能出来呢？我说呢，我可以2年花100万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现阶段我不想这么做，因为现阶段我有感情，我有亲情都在这边。那可能以后我准备好了我再去我就要准备好我再去。
就是我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就觉得就是上学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如果说这个兴趣爱好让你消耗了太多的你本身有的一些东西，那是不是这个兴趣爱好有点太大了，对吧？你这个事儿你就太大了啊！就是现阶段来讲的话，就是现阶段大家其实赚钱都非常难的，对你不能说你你花这么大的钱，然后就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点奢侈，对，那是有一点点奢侈。上名师班还差不多，明星班没有导演班啊，他没有导演班，有那个就是什么表演班啊。但是我最近其实我挺想去那个黄海波的那个表演机构去上点课，因为我看他的那个表演课还蛮便宜的啊，就是相对来讲的话算是便宜的啊，去上表演课，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能让我就是解我心头之痒啊。就是咱也去学学正规的表演课啊，就是体验一下，对，因为我就觉得不上这个学，其实我挺遗憾的，啊，但是，